火药味十足。陈凯歌前期痛批肖战、藏海船没法看，翻车式吐槽成全网笑柄。藏海船热播引争议，文艺作品需尊重多元审美。最近，随着古装大剧《藏海船》的热播，这部由肖战、张婧仪主演、郑晓龙总导演精心打造的剧集成为观众热议焦点。然而，就在大家沉浸于剧中跌宕起伏的剧情和演员们的精彩演绎时，一则关于陈凯歌导演前妻的消息引发了轩然大波。据媒体报道，陈凯歌前妻发文称已放弃追看《藏海船》，转头安利宋祖儿、刘宇宁主演的《折腰》，直言《藏海船》没法看，甚至还把剧名都打错了。这一操作瞬间在网上掀起了热议。其实，对于影视作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和评判标准。正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不喜欢某部作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本无可厚非。但在评价时将剧名打错，确实有些不严谨，也难免会让人觉得有些随意。毕竟，一部作品从筹备到拍摄，再到后期制作，凝聚了无数工作人员的心血，即便不喜欢，也应给予最基本的尊重。从粉丝们的反应来看，肖战的粉丝们表现得相当理智和大度，他们纷纷表示，肖战和他的作品不可能做到让所有人都喜欢，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藏海船自开播以来，凭借精彩的剧情和演员们出色的演技，迅速成为影视剧市场的热门作品，深受广大观众喜爱。他讲述了大庸国钦天监整国图之子赤奴，一夜之间全家被灭。他历经10年隐忍，学习营造技艺与纵横之术，化名沧海回到京城复仇，并在过程中阻止战争，守护国家和百姓的故事。剧中充满了悬念与反转，人物形象鲜明，制作团队更是在服化道等细节上精益求精，力求还原历史风貌。在文艺作品的世界里，观众的口味和喜好千差万别，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就像有人钟情于悬疑烧脑的剧情，有人则偏爱浪漫甜蜜的爱情故事，有人喜欢节奏紧凑的剧集，有人则享受娓娓道来的叙事风格。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恰恰是文艺作品繁荣发展的动力源泉。每一部作品都有它独特的魅力，也都有属于它的受众群体。藏海船有自己的忠实粉丝，他们被剧情吸引，为演员的表演所打动。折腰同样也凭借自身的特色赢得了观众的喜爱。我们应该尊重这种多元的审美，在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喜好时，也要学会理解和包容他人的选择。无论是夸赞还是批评，都应以理性和客观为前提，避免言辞过激或随意诋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营造一个健康、和谐的文艺评论环境，让优秀的作品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尊重，也让创作者们更有动力去打造更多高质量的文艺作品。最后，祝福肖战在演艺道路上越来越好，也希望每一位观众都能在影视作品中找到自己的乐趣和共鸣。当你们指责他沉迷情爱而忘记复仇的那一刻，面目未必没有高明可憎，而这些话语也不亚于高明的那一句“智奴回家了”。你们的深深指责中，我只看到漫天飞雪，藏海之伞一人踽踽独行。他已然面目全非，身上没有丝毫少年应该有的意气风发，徒留一副被仇恨反复淬炼、行将枯槁的躯壳。10年前的那一场大火早就燃尽了所有过往的温度，而他的心中也早就铺开了一张灰烬的图纸，只待最后一簇火苗，以同归于尽的方式将自己与宿敌一起焚尽，去了结这血债累累的煎熬。是的，他早就不想活了。庄二父子自相残杀，宫门尸骸横陈，自己喜欢的姑娘也疑似仇人之女，生活的绞索在他的脖颈处一直都是步步勒紧，生活的每一寸空间都在不断的坍塌着，他就好像困兽一样，在血仇的牢笼中几乎要被碾碎。如果不是大仇还未得报，我想他早就是存了死志的了。但是我庆幸的是，然而这个世间最深的黑暗当中，未必没有星火寻隙而出。所以我真的太喜欢今天晚上牧师这场对峙的戏了。藏海举弩，
香案图执刀，生死一线间，刀尖与弩箭都因为心头的不忍而凝滞。但是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东夏女王说出的那一句：“智奴，你真像她。”这句话就像甘霖一样，滴落在了藏海被仇恨之火早就烧为焦土的心田之上。他说的不仅是样貌，更是精神的传承。要知道，藏海失去的岂止是样貌，他背负血仇，面目全非，曾自认为灵魂已经腐坏，被仇恨啃食的寸骨不留，所以平津侯的那句话才会在那一个雪夜差点压弯了他的腰啊！这句喟叹分明点破了他血脉中从未熄灭的火种。父亲坚贞不屈的灵魂风骨，那无法被黑暗完全吞噬的善良底色，原来早就刻入了他的骨血，纵使沉沦仇恨，也未被湮灭过。哪里是寻常的赞许，它分明是藏海灵魂深渊里一道救赎的钟响。他并非孤魂野鬼，那一句我早已不是人了被击得粉碎，他仍然是父亲深埋于血脉中的种子，在狂风暴雨中倔强出土，承接了他父亲最珍贵的品质。哪怕被世界啃噬至白骨嶙峋，那一点光明的内核都从未被磨灭过。天下是我，苍生是我，我只是我。藏海在这一刻终于寻回了智奴的根蒂，终于可以仰望苍穹，笃信父亲如若真的在天有灵，看到自己现在的模样，必定是欣然含笑的。那个父亲盼着慢些长大的智奴，在血与火的淬炼中，终究未曾长歪，纵使满身伤痕，却未失其最根本的良善。他还是值得父亲骄傲的那个智奴啊！所以当今天有人跟他说：“智奴，你真像他”，给他带了他父亲的手书，有人跟他说：“你不报此仇会抱憾终身的，愿意用命来成全他的血海深仇。”这一刻我真的无比的庆幸，这个世界终究未对他赶尽杀绝。这一刻我终的为藏海而感到高兴，因为这个世界上终于他的背后有人对他不再是利用，而是真心相待了。所以从来都不是什么沉迷于情爱，而是在复仇的这条道路上，终于有人真正懂得并且理解了他所受的痛苦，并且给他点了那么一盏灯，愿意用自己的温度去温暖这个早已凉透了的躯壳和灵魂。有关于剧情印证了我之前所说，蒯陀修风扇台是假，寻鬼玺是真，而他应该是直接受命于皇帝去做的这个事情。他的这个鬼玺现在何处，我并不相信预告中所说的那句话，但是我可以100%确定，皇帝是一定知道鬼玺的下落在哪里的。但是皇帝绝对不是第三方，因为第三方是想要利用藏海来找到鬼玺的，所以皇帝对于第三方应该也是毫不知情的。不过也佐证了当年的蒯家的灭门之仇，皇帝是袖手旁观的，毕竟帝王心术嘛，他也怕别人知道鬼玺的一个下落，那只有死人的嘴巴是闭得最紧的。所以我对这个皇帝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意见的，因为他对蒯陀也是利用完之后就抛弃的。剧情越来越扑朔迷离，已经从家恨上升到国仇了。所以说底下的这个剧情肯定是要跟东夏大雍的两国之间的交锋产生一定的联系的，那就看我们的藏海如何顺势而为，救局解局。剧情肯定是非常的精彩，我想这个铁面人跟我估的应该是差不多，赵炳文赵大人应该是跑不离了。而且根据场外的一个线索，就是赵大人当时的一个判词，我说了他是一心为国，但是用错了方式。这个用错方式在我看来就是他一心想要得到鬼玺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大雍国土的一个安全，或者说为了疆域的一个扩张。最后我还是要强调，藏海它不是一个仅仅用来复仇的工具，我们不能够跟高明师傅他们一样，他是一个人呀，人会本能的趋向于温暖的，更何况香案图跟东夏女王目前是在他复仇这条路上唯一真正的理解他的痛楚，并且愿意帮助他的那一波人，所以宽容一点，好吗？